何大人，王大王就住在这儿。王大人，这是要出去啊？去哪儿啊？哎呀，幸亏何某早来一步，否则来不及给王大人送行了。怎么，何大人要转舵了？上命差遣，身不由己。王大人，委屈你跟何某走一步吧。我有什么委屈的？委屈的倒是你何大人。哎，这什么意思？何大人到兰州来打陆仗，真是委屈大人了。若是打水仗，大人必定会更加战功赫赫。满朝文武，论起剑锋使舵来，哪个是你何大人的对手？说得好。过去常听人说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；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。王大人，你怎么连只鸟都不如啊？皇上到底是英明，早就看出你老贼的狼子野心。何大人，我也听说过，贼咬一口，误目三分。何大人把事情做得如此之绝，不留后路，就不怕我在金殿上反咬一口吗？真是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了啊！现而今，你倒成了铁齿铜牙了，啊？你咬？怎么？你牙根痒痒了？啊？你馋肉了你？你咬我什么呀？你凭什么咬我呀？啊？不错，你是给过我100万两银票，可我当时就还给你。你要跟何某攀亲，实话告诉你，就是我娶了你亲生的女儿，到时候我还可以大义灭亲呢。你咬我，你凭什么呀？啊，他凭什么咬我呀？苏嘴，苏嘴，快苏嘴！季先生。没日没夜的审这些贪官，哎呀，头都审大了。那案子了结了吗？了了，已将结果急奏杭州行在，过一半天呢，咱们就能回去了。哎，那这回贪官可多了吧？多，100来号人，该杀的足有70多。道府以下的官员，差不多是一扫而光。这么多？哎，这回老百姓可高兴了哦。唉，我可高兴不起来呀！真是大清国之不幸。不知道何大人什么时候打算拔营凯旋呢？哎呦，凯旋呢，好多事儿脱不开身，暂时还走不了。那好啊，咱哥俩攀攀，我跟您学点高招。何某有什么好学的啊？老兄是何等聪明之人呢？何某这次是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啊！这甘肃何省上下多少只肥鸭子，何省我一只都没捞到吃，让纪晓岚给一勺烩了。他这是糟践东西呀！啊，这鸭子是这么做的吗？啊，那得一只一只，文火慢烤，那才有滋有味儿啊！这纪晓岚还嫌少呢，他恨不得挖地3尺，把甘肃官员全国端呐。那好啊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啊！要不你李总督能够走马上任呢？啊！在皇上面前，我没少为你说话。在下一定不忘何大人的恩典，逢年过节，我自有一番心意，请。你刚才说逢年过节，哎呀，其实啊，朋友相交，贵在知心。只要有一份心意，什么过年过节的，什么时候都可以啊。在下明白。只是纪晓岚借此机会大逞余威，
回朝必有重用，就怕他得寸进尺，死盯着甘肃不放，这个倒是十分让人担心呐。哼，还重用？皇上不打他屁股就算好事了。哎，我呀，算摸准他的脉了，他生怕一个漏网，生怕咱们护着他。那好啊，既然何某转了舵了，那我就比他还上心，不仅大鱼、小鱼、虾米，哎，连泥鳅我都一网捞，通通端到他的面前，让他去审。他不是要斩草除根吗？哎，我就送他一把绝头。不知何大人此举有何深意？甘肃的官员打根上烂了，这我还不知道。说实在的，把这些官员全弄到这儿来，站成一排，通通砍头，怕是有个把冤枉的。要是割一个砍一个，哼，准有漏网。他纪云呢，越审越过瘾，贪官越抓越多。他这一得意，可就忘了皇上那头了。老兄，你可千万记住啊！办任何事情，首先得揣摩皇上的心思。那么这次皇上的心思是？你想啊，记下来，把100多号的人，啊，大大小小的官员，一勺烩全端到皇上面前，全都要砍脑袋。皇上能不寻思寻思？咱们万岁爷办事啊，与先帝爷雍正不一样，事事都学圣祖康熙爷宽宏为怀啊。天下这点事，全让何大人摸透了。何大人，请。啊，何大人，请。请。怎么样，老兄，以后打算怎么干呢？等您走了，新上的官到了，我第一件事就是让大伙儿把自己的养年银子拿出来，捐补各库的亏空。好，干得好！干任何事儿都得先下本儿啊。然后中堂有什么难处啊，尽管向甘肃打个招呼就行了。中堂请。对了，眼下倒是有一件事情，还请老兄帮忙啊。有什么帮忙啊？有话尽管吩咐。你这有个县令叫陈延祖，也牵扯在本案之中。你把他叫来，让他翻供。为什么？这个陈延祖啊，是闽浙总督陈辉祖的亲弟弟。那个王胆旺，虽然是只肥鸭子，可是已经没什么指望了。我只好找个下家，让陈辉祖出点血呀。高明，何大人请啊，请。